Taiwan is the only place that you can say CoWoS and everybody would understand Yes. what is CoWoS. Yes. Most other places No. people do Yeah. not understand. CoWoS 是什么？我是一个台南人，但我完全不知道 CoWoS 是什么。刚好这次去 Computex 电脑展，听到厂商的解释，顿时觉得非常简单易懂，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假如要用食物来比喻 CoWoS 先进封装的概念就是这样，双拼便当，这也是咖喱饭，这也算是 2.5D CoWoS 先进封装，夏威夷比萨。但如果是更先进的 3D 先进封装呢？这就是这个概念，好多层的汉堡。你可能会问，那传统的 2D 封装呢？就像是上餐馆吃饭，所有东西都是摆在同一个平面上，饭菜要自己夹，吃饭时间比较长，效率也比较低。现在让我们从头说起 NVIDIA AI 热潮。这次黄仁勋来台湾带来了最大的话题，当然是夜市小吃和 AI。黄仁勋在演讲中提到，当年 NVIDIA 制作出第一台 AI 伺服器，是他亲手送到 OpenAI 创办人手中的。现在大家都疯狂使用 ChatGPT， 背后需要的 AI 伺服器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这也是为何黄仁勋在台湾期间 NVIDIA 的市值突破了3兆美元，超越苹果，仅次于微软。AI 伺服器大热卖，其中最关键的晶片就是 GPU 绘图处理器。NVIDIA 的市值大涨， GPU 是关键，但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助攻者。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黄仁勋在这次 Computex 演讲中提到的未来产品地图。今年 NVIDIA 推出了 Blackwell 架构，黄仁勋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Blackwell 架构之后的新一代 GPU 平台代号是 Rubin。Rubin GPU 将采用8颗高频宽记忆体 HBM4。在这段演讲中，黄仁勋提到了2个关键厂商，台积电和 SK Hynix。首先来讲讲 SK Hynix。在 Computex 期间，我来到了 SK Hynix 的摊位，它位于一个小角落，显得非常不起眼。但在这个小摊位上， SK Hynix 悄悄地解释了它与台积电之间的关系。SK Hynix 是一家记忆体公司，现在有一款非常厉害的记忆体产品叫 HBM3E。HBM3E 就像是一个12层的大汉堡，只是这个超级大汉堡的体积非常小，只有11个 mm。不要小看这么小的体积，它1秒可以处理320部电影，非常厉害。展示人员告诉我，没有这颗 HBM，NVIDIA 的 GPU 就无法出货。为何呢？这里就要提到台积电了。台积电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包装方法，可以把 NVIDIA 的 GPU 和超快速的 HBM 记忆体打包在一起，体积超小，资料传输超快，同时也很省电。这个包装方法就是把 GPU 和 HBM 并列在一块细晶圆上，也叫做细中介层，然后再放到基板上。如果用咖喱饭来比喻，就是每一口你都能同时吃到咖喱、白饭和猪排。相比传统吃饭的方式，若是你自己有一碗白饭，你得自己从桌上夹菜，相较之下，吃咖喱饭速度效率提升了非常多。这就是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技术，也就是猪排淋上咖喱放在白饭上的概念，也就是晶片放在细中介层放在基板上的意思，也就是 CoWoS。SK Hynix 是此次唯一来台参展 Computex 的韩国记忆体大厂。为何呢？
前面提到黄仁勋已经宣布下一代 Rubin 的 GPU 平台会采用 HBM4， 而 NVIDIA 的 GPU 晶片是在台积电生产，要把 HBM 和 GPU 封装在一起， SK hynix 技术上也必须配合。更重要的是 HBM 记忆体和传统 DRAM 记忆体最大的差异在于 HBM 记忆体除了有多层 DRAM 堆叠外，最底层其实是一颗逻辑晶片。过往这个逻辑晶片是由 SK hynix 自己做， SK 自己的制程技术是到10奈米，若想保持领先，找台积电合作势在必行。毕竟目前能做最先进制程晶片的只有3家，台积电、三星、英特尔，其中三星是 SK hynix 的竞争对手，因此不可能找三星。而英特尔则是 NVIDIA 的对手， NVIDIA 的晶片已经外包给台积电制作，先进封装自然也在台积电，不可能跑去英特尔，因此 SK hynix 只有一个选择，台积电。但是 SK hynix 选择台积电最重要的理由是 HBM 底层逻辑晶片需要仰赖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如此才能在相同的尺寸下容纳更多的性能。事实上 SK hynix 的首要竞争对手三星目前也非常想打入 NVIDIA 的 HBM 记忆体供应链。三星自己可以做先进逻辑晶片，记忆体又是龙头老大，也有自己的 2.5D 或 3D 先进封装。若 NVIDIA 想分散风险，分一些订单给三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何 SK hynix 在这次 Computex 期间不仅来台摆摊，甚至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和 SK 社长郭鲁正6月6日还搭乘专机闪电来台，抢在魏哲家新接任台积电董事长一职之前先来拜码头。以上就是台积电 CoWoS 的故事。同样类似的，在三星叫做 iCube4， 在英特尔则称为 EMB。 英特尔在自己的官网影片中特别拿台积电的 CoWoS 来比较，指出 CoWoS 有2个很大的缺点。一， CoWoS 中间那一层细中介层有特定尺寸，因此晶片排列会受限。二，客户必须多花一笔细中介层的成本，不划算。不过这是英特尔的说法，看来暂时三星和英特尔只能望洋兴叹。